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当邪恶降临世间之时，传说中象征希望的战士就会出现，他们的拳能够划裂天空，脚能够粉碎大地。自神话时代就侍奉的女神雅典娜，为了守护不喜欢使用武器的雅典娜，赤手空拳的与敌人作战。这就是魔王这次要介绍的游戏《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圣斗士星矢》是万代在1987年8月10日在任天堂发行的一款模拟冒险游戏，同时它也是漫画《圣斗士星矢》的首款游戏。本作由漫画改编成动画，并且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它是一款结合1对1回合制战斗跟动作模式两种系统的 RPG 游戏。故事从原作开始，星矢会跟魔灵一起训练，一直到黄金12宫的中期战斗场景。本作的声音设计是以动漫版为蓝本，玩家可以操作主角星矢以拳打脚踢跟冲击波的方式打倒杂兵，并且前往各地区的首领所在之处。游戏的冒险区域从城镇开始，蔓延到了洞穴跟山区。如果遇到各地区的首领，就会变成1对1的模拟战斗场景。而游戏中的故事推进是透过击败各区首领的敌人来进行的。故事剧情叙述一开始，玩家操纵了星矢在希腊的圣域，在打倒卡西欧斯之后获得了圣衣，然后回到了日本参加银河战争。在逐一打倒青铜圣斗士之后，为了取回黄金圣衣，前往富士山打倒由不死鸟一辉所带领的黑暗圣斗士。取回了黄金圣衣之后，接连遭遇并击败了由圣域的教皇派出的杀手白银圣斗士。为了保护由雅典娜女神所转生的纱织小姐安全抵达圣域，于是星矢一行人便到了希腊。没想到纱织小姐却被教皇派出的杀手始作的哆瑞咪以黄金矢命中了心脏，于是众人就需要在12个小时之内，通过由黄金圣斗士所把守的黄金12宫，前往尽头的教皇之间拯救雅典娜。这就是圣斗士星矢的故事剧情啦。对于一款任天堂的游戏来说，本作的内容还是比较庞大，特别是极为丰富的出场角色。不要说原作，就连只在动画里面出场的圣斗士都会出现，但是只有动画原创的钢铁圣斗士没有登场。敌人在战斗中的动作，在那个时代的表现是很厉害的，不论是在攻击敌人的拳打脚踢、小宇宙加满之后出现的必杀技，还有击败对手之后的倒地动作，在当时都是划时代的表现。此外，不知道为什么双子座圣斗士跟沙加在被打败之后是站在原地不动了，这有点令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当年的圣斗士星矢游戏上市的时候，电视正在上演着黄金圣斗士之战，而游戏里面最后的首领教皇的正体未明，所以本游戏最后登场的12位黄金圣斗士只出现了6位，也就是一半。而本游戏最终的首领暗影圣斗士 Shadow Sando， 他其实是像原作的漫画周刊少年 Jump 里面对读者招募出来的原创角色。虽然他就是游戏里面的原创角色，但是除了当成教皇的替身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虽然他是最后的首领，身份是最强的，但却没有任何必杀技，所以显得有些尊严不足。作为最终的首领，魔王认为，如果可以给他一个原创的特殊动作或者是特殊必杀技，其实会是比较好的。由于本作在黄金12宫的故事比较不完整，第2年的1988年5月30日，万代推出了续作《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完结篇》。游戏的主角放在突破黄金圣斗士看守的12宫，以拯救被黄金剑重伤的雅典娜。从12宫到教皇之间一共有13个舞台，游戏里面就完整的再现了原作描述了黄金12宫的死斗与相关事件。至此，黄金12宫的剧情均依照原著发展，所有12宫的圣斗士都正常出现，也具备了没有星矢的战斗场景，大大的增加了同伴存在的意义。游戏事件跟制作的品质有非常高的提升，黄金圣斗士的实力跟原作一样惊人。唯一可惜的是，游戏的自由度就变得比较低了。如果你没有看过原作的剧情，其实是很难通关的。当然，如果你不是圣斗士的粉丝，就玩得很痛苦的。我们回到1代黄金传说这边魔王会带大家很快的跑次攻略。一开始在圣域要拿圣衣，我们就先打赢魔灵，之后再打赢卡西欧斯，于是就在教皇身边很顺利拿到圣衣啦。接着我们就到了银河战争这个桥段啦。好，接下来我们要打银河战争，我们先到城务公馆去跟纱织小姐讲话，讲完之后再移动到孤儿院去跟青梅竹马的美穗对话。完毕之后就要直接到竞技场去就进行银河战争啦，还要打的是3个青龙斗士，第一个对上的是子龙。你看我们魔王很快的就先把子龙给灌倒，好，
再打第2位置是冰河，基本上这个游戏过程就是要把青铜五小强凑齐啦。哦，那我们再打倒冰河之后，好啦，再就是打顺，然后也是很快的把它敲倒之后，还快有斗啊！竞技场出现了一辉把黄金圣衣抢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移动到公园门口，打倒黑暗一辉之后，抢回了黄金圣衣的4只。打倒它之后，我们看一下，好，黄金圣衣的4只。那我们回到城户公馆跟沙之讲完话之后，就要去富士山岛一辉啦。好来，基本上圣斗士黄金传说富士山洞窟这边是最麻烦的哦。我们首先就是照着魔王的方式，直接先打黑暗一辉，打完之后直接往右走，第2个洞窟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打黑暗的子龙，把黑暗子龙哦，魔王直接叫子龙打子龙哈，直接把它打败之后，好来，于是我们就走回去之后，回到前面的那个洞窟。因为魔王要这样打会比较顺，我们再打黑暗冰河一样冰河对冰河打一打。那其实这个游戏是新史诗里面是最强的啦。然后再依照魔王走的这个路线，我们再来打黑暗的顺，因为这样是最节省时间的方式了。把顺打完之后，然后你看依照魔王所走的路线，回到这里。直接跳下那个洞穴之后，往左边走，我们就打黑天马。黑天马打完之后，我们就往右边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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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底。然后就变成到一开始就是进入富士山洞窟的一开始的地方，走到底就遇到一辉啦，那就把一辉给打败。就把黄金圣衣都拿回来啦。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就到下一个章节啦。好来，接下来我们进入白银圣衣篇。那一开始回来城户公馆之后，我们就上2楼跟纱织小姐讲话。讲话完之后，我们就回到我行使自己的家。然后回到家之后，发现桌上有一个战书，然后我们就依循着战书跑到森林里面去。跳上森林之后，跟蝙蝠作答，打赢他之后。后来又回到城户公馆，然后城市就跟你说纱织小姐被绑架了。这个时候魔王在玩的时候就会直接先上2楼，2楼这边有一个隐藏的，从灯这里进去就会出现那个城户的亡灵跟你说完话之后，再跟子龙讲话回来，再回去跟城市说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打白银圣斗士啦。那我们再到斗技场把蝙蝠座打倒之后。先把它打倒，接下来回来的路上，我们就遇到地狱犬座，再把它打一打。再来我们去码头这边，再把蜥蜴座给打一打。好来之后再来跑去御夫座，对，在路上对这都是御夫座，能够给它拍拍。好，再到斗技场，把半人马给揍一揍，半人马座把它打一打，打赢之后，我们出来就会直接到山上，再把乌鸦座打一打。好，打赢之后，我们就回到公馆，然后再跟纱织小姐讲一下话，出到门口就要对上狮子座艾奥利亚。我们把艾奥利亚打完之后，就要进到下一个章节去啦。好戏。闪电战斗拳爬落，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进攻圣域了，我们直接就移动到圣域的3月地带，然后这边就先遇到了蛇夫座夏娜，按照把他打败之后，继续往上跳。其实这边就已经是希腊圣域的地区啦，把守的人都是白银圣斗士。我们又遇到卡西欧斯，再把他打败。不过你看他这一次挨得住一次流星拳，所以他其实也是有进步的他拍好戏。然后继续冲，我们开始进入3月地带啦。然后进攻的方式，请用魔王的方式先玩。我们先跳到上面跟蜥蜴座对打，蜥蜴座完之后再往上跳，直接就打半人马。OK， 半人马打完之后再往上跳，打白金座。这边比较麻烦的是之后要往右上方走然后我们
们要去再打一次蝙蝠座哦。蝙蝠座我们打了非常多次，打完之后我们要回到白金座的位置哦，路上才会遇到猎犬座，因为你一开始打它是打不到的，你一定要照顺序打完之后它才出来。好啦，猎犬座打完之后，我们又要回到右上角去。然后再往左上角跳，遇到魔灵座往左上角跳，这边才能打英仙座。这个英仙座有点麻烦，它的梅毒沙之盾会让我们攻击一直失效，可能就多打几次就打过。这是个怕，那个怕戏。好，那我们就往地图的最右上角走，然后右上角的地方就可以通到黄金12宫啦。好来，接下来黄金12宫没什么难度啦，先打金牛座啦，金牛座就这边反正就是每个都硬打哦。那双子座我们也是直接锤一锤，换一下顺好了，比较像是那个游戏里面啊。魔王要先讲，就是如果你换的是青铜五小强打，就是不是那个星矢打的话，打会比较慢，因为星矢可以直接穿黄金圣衣啦，然后再来是巨蟹座，我们就直接用子龙打一打。实际上这个游戏里面大概只会打6个黄金圣斗士而已，因为当年在开发的时候，这个游戏虽然上市，可是黄金12宫才演到一半啊，所以这里面就是黄金12宫的部分还有点弱。来，再来是打天蝎座，天蝎座我们就用冰河来揍。你看，就是要非常多回合才打得赢魔王是建议，如果你动作要快的话，就是直接用星矢小宇宙加到最满，直接黄金圣应该灌管，直接就刷起来好，再一个回合应该它就刷起来啦。好，打倒啦。好，下一关就是处女座沙加这些熊厉害，一会跟他拼很久。那个基本上就是打了这几个黄金圣斗士之后，然后后面的部分就算是这个游戏原创的啦，因为就是游戏的容量有限嘛，你看他突然又打了那个双子座圣斗士，这边就是比较算是他原创的。好了，我们就到教皇之间啦，直接打最后一关的王，就是暗影圣斗士 Shadow Sentinel。这个在打的时候，也就是魔王会习惯用星矢啦，直接揍一揍黄金圣衣轻轻的就给它弄了然后他很快就死掉啦。好啦，这样就串起来啦。那我们就来看破关画面啦。综合起来，本游戏在黄金12宫之前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不管是人物的设定、出场的敌人，或是故事情节的推进，甚至于游戏里面补上了雅典娜橙户纱织跟收养她的橙户光正在漫画跟动画里面未叙述的情节，这都让漫画迷感觉到非常的充实。如果将本作视为《圣斗士黄金传说》的前篇，那本作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作品。在当年，《圣斗士星矢》的火红程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不管是漫画、玩具、游戏，甚至很多人都想在家里摆上凑齐黄金12宫的圣衣大系超合金玩具。至于后续的海王篇、冥王篇，虽然也很经典，但魔王认为最经典的还是在黄金12宫之前的故事情节，那也是一代人的记忆跟情怀。就像魔王在出了社会之后才体会到，用你的生命燃烧小宇宙吧，这件事到底有多腹黑。好啦，那这款《圣斗士星矢黄金传说》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次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游戏影片。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